嗨，大家早！我现在在机场捷运哦，要准备前往桃园机场。这一趟是要去日本哦。这次去日本的目的啊，是要去那个日本北陆地方的福井县。那他们正在推动一条若峡湾自行车道啊，要把它推动成为国家级自行车道。那这一趟去呢是要去观摩他们是如何推动，那当然也要去体验这条自行车道啊。好，那现在就请大家跟着我前往桃园机场喽。下一站终点站机场第2航校站。车把手离开全车道。我这次呢会能够到日本去啊，其实是受到自行车新文化基金会的邀请。那这位是自行车新文化基金会的执行长 Sharon 梅文。那我请梅文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次的行程。好，这次我们要去的是福井县的若峡湾自行车道，去体验那边的这个骑乘的环境。好，那为什么会去呢？我大概是在去年知道有若峡湾自行车道，因为他们福井县当地哦，还有就是他们有6个厅一起联合起来，然后来拜访基金会。是，那他们前后至少就来了3次，来3次哦，哇天哪，非常的认真跟积极，就是每次来都会跟我们讨教一些我们台湾是怎么推动的，然后如果在他们当地，然后要去推这个自行车的路线，然后要注意一些什么事情，所以就是我真的感受到他们满满的诚意啊。所以他们有来台湾参访过一些自行车路线吗？有，他们自己也有去骑过像日月潭自行车道。OK， 懂。然后我们这一趟去，它有一个路线好像蛮像日月潭的。对，太棒了。那为什么要找我去？那因为当然啊，就是 AD 很重要啊，他就是把这些考察回来，然后也可以让大家知道说，有这个日本的这个国家自行车道，新的自行车道，那可以介绍给大家。对。OK， 那所以这一次我们还有一成员嘛？对。然后就是除了这个 AD， 然后我，那另外就是捷安特旅行社会有一个同事一起来参加。那当然就是希望说，去看看当地的这个相关的配套，或是在地的一些服务是不是能够对接得上。那这样如果我们带团去的话，比较可以有这个完整的这个服务。了解，哇，太棒了，非常期待啊。好 ，OK， 那我们待会就出发了。OK， 好。原本我对这次要拜访的若峡湾自行车道所在的福井县其实非常陌生，只知道那是一条沿着日本海紧靠若峡湾而设的自行车路线。但在开始阅读资料之后，我才发现这里不简单，因为若峡湾位于福井县西南侧的岭南地区，地理位置接近天皇所在的京都，而且它又面向日本海，自古以来渔产丰富，所以与淡路、志摩被誉为日本古代的3大御食国，是负责向天皇及朝廷进贡食材的地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食材就是青鱼，对，就是我们很熟悉的青鱼。因此接待我们的商园小姐一上车就贴心的拿出一份青寿司，让我们立刻品尝到当地的味道。好棒，青鱼寿司，糖寿司感觉很新鲜，刚好我也很喜欢吃青鱼。是哦。对。我们第一晚要住的小滨市与京都之间正好有一条名为清界道的古道相连。这条古道系统是当时商人们沿路将青鱼及各种货物从若峡国运往京都。如今清界道及若峡地区丰富的历史文化资产也被指定为日本遗产。我在做功课时，在 Google 街景上看到小滨市有一个清界道起点，那时我马上联想到不久之前我和 Toby 才骑车翻越大屯山到金山的黄港渔港旁的鱼路古道起点去那边探访。由于清界道与鱼路古道都在地图上留下人与自然、历史与陨石交织的痕迹，因此非常的吸引我。更巧的是，清界道的终点在京都，那里还立有一座纪念碑，正好位在我们由京都前往小滨市的路线上。因此我透过我们的翻译义美，
向伤员小姐表示，如果方便的话，是不是可以绕过去那座纪念碑让我拍张照？她很爽快的答应，并请司机直接开往那个清街道口。来，这个我们千里迢迢就来到这个清街道的终点，这里是京都啊。来，我们看一下。我们虽然没有骑脚踏车来，但是亲自来看一下。对，这边。这里清街道口。就是这里耶。是啊。哦，那我们当然也要从这边啊，然后沿着这个清街道的这个旧路啊，然后一直开到小滨市，然后到它的起点。不过起点我们应该是明天早上才去的。好，太棒了！当我在京都拍下这座碑的那一刻起，我心里产生一种起点的感觉。这趟旅程，我想不仅是一次自行车路线的参访，更可以是一段探索日本饮食文化的旅程。从这一刻起，若峡湾对我已经不再陌生了。司机大哥非常专业的。对。帮你把大灯打开。今天住的是榻榻米，看一下浴室。OK， 然后，哇，好棒哦，好棒！第一天，风尘仆仆地来到小滨市，这时已经天黑了。我们住进位在海边的四季采之树花庄。由于有了清街道的导引，知道我们会来到靠近日本海的城市，这几天一定会吃些在地的渔产。有了清晰的方向感之后，晚上我很放松地享受旅馆准备的精致晚餐。我们这次是参访行程共5天，其中会有与日方推展自行车道的官方人员座谈，也有拜访推动自行车道的办公室，也有景点的参观行程。因此5天中有骑车的部分只有2天，也就是第2及第3天。虽然这2天的预报降雨几率都不低，但很希望都不要下雨，让我可以好好体验这个即将成为日本国家级自行车道的路线。一早起来，虽然天气阴阴的，但很幸运没有下雨。用过早餐后，梅文执行长郑重接待我们的藤田小姐、伤员小姐以及顶崎 Akira 小礼物，并与旅馆老板话家常后，我们参观了旅馆的友善单车设施。说到跟我们说明一下。你昨天车就在这边拿的吗？对，是啊，搬走了。所以这个是洗衣机。对。哇，太好了。OK。180。它应该是一直吹气啦。对。它应该是一直吹气。鞋子的脱臭。现场，我们这个台湾的饭店应该，你看，是不是应该要教他们嘞？对啊，这个很新啊，你可以交涉一下。是啊，这很实用啊。它还有那个皮革的鞋子也可以。对啊。我们又拜访于小滨市内于公元714年创建的若峡神宫寺。这个神宫非常的漂亮，而且非常的古老。他们也找了专人来为我们导览。这就有点像，它那个医美就是公主，然后是王子，所以一个是为女性的，一个是为男性的，两个不同的。奥さん旦那さん。夫妇，所以是老公的。参观完，我们终于要在日本骑单车上路了。我到日本骑车并非第一次，因此除了赏景，也没忘记这一趟的任务，专注于这条自行车道的标志标线及体验。相较于台湾，这里的标线与指标相对简单。规划逻辑很直觉，加上我们有专人领骑，因此骑起来很轻松。上午的骑行虽然距离很短，但我们有参访一个位于小滨市的
玉石国若霞小兵饮食文化馆。我觉得这个馆非常的棒，因为里面介绍了很完整的日本饮食文化，也介绍了为我定出方向感的清街道。昨天搭着飞机，然后转这个车子来到京都。我们从京都上车之后呢，就沿着这个清街道，右边是琵琶湖，然后我们就沿着清街道坐着车，然后一直下来，然后有到熊川宿这边，然后再进到小滨市，然后今天早上呢就来到从远户这边出发，然后骑到小滨，然后现在来到这个博物馆，更让我们进行了若霞土木块的实作，实际体验了日本传统工艺。如果车友对这方面有兴趣，非常推荐您一定要来看看。这个馆的资讯我会放在说明栏。参观完展馆，领骑 Akira 带着我们来到清街道起点。我们在这里还遇到徒步路过的小滨市市长山本先生。他得知我们来自台湾，除了递出名片，也亲切地与大家合照，实在太幸运了。既然走的是日本饮食文化路线，中午的吃当然是这里最受欢迎的海鲜。我们来到一家当地非常知名的餐厅，看到这一大盆的料理，我顾不得其实上午没有消耗多少热量，还是把它吃完。吃完午餐，我们继续出发。下午的路线是骑在若霞湾自行车道位于小滨市左侧的海岸，沿途的海岸景观美不胜收。不过，当我们骑到和田渔港一带时，开始下起不小的雨。虽然因此停了下来，但却意外的在附近的神社遇到当地正在祭典。现场的击鼓声以及人们虔诚的呼喊声，让本来有点冷的天气热络了起来，感觉非常的棒。这又让我想起在台湾骑车时，在乡间遇到庙会，或是在部落遇到丰年祭或社尔祭，都是体验在地的最佳机会，因此大家都非常的珍惜。这边前面有个岩洞哦，它叫做明镜洞，就是明天的明，镜子的镜，明镜洞哈。这个顾名思义，就代表那个水应该就跟镜子一样啊。如果平静的时候，然后呢，有人说它是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台语哈，明镜洞，我觉得还蛮有趣的。由于下起雨，我们改为搭车来到此地非常知名的景点明镜洞。由于来之前在 Google 地图上看到这则评论，觉得很有趣，在现场我也分享给日本朋友。当他们弄懂其中的谐音梗之后，笑到快翻掉。相信他们以后也会把这个梗说给后面来的台湾旅客才对。完成今日的体验，傍晚来到位于高滨町的一家海滩旅馆。这是一家设计感十足的旅馆。我们除了听取老板的介绍，也赞叹在屋顶竟然还有桶式桑拿房和露天空中浴池。可惜今天天气不佳，不然在星空下泡个澡，喝个小酒，一定很享受。晚餐就在旅馆旁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意大利餐厅用餐。我们与当地的业务负责人还有相关的业者餐聚，就在这样的凉爽天气下，度过一个愉快又温暖的夜晚。今天是到日本参访的第3天，早上我们先搭车到敦贺市造访建于西元702年的七比神宫。
鳥居が日本三大木造大鳥居の一つです。它这个气比神宫这个鸟居啊，是日本3大鸟居之一。哦。在这边由宫内神职人员为我们祈福，体验了祈祷仪式，并让我们带回一个气比神宫祈祷太玉串，并交代回台后要放在家中高处来庇佑家内安全。接着我们直接由这边开启。我们昨天是由小滨市出发，骑的是若峡湾自行车道的西侧。今天早上则由最东侧的敦贺市往西的方向出发。如果是沿着若峡湾自行车道骑的话，其实可以看地面那个蓝色标线哦，很清楚，哪边该转弯都很清楚哦，就不会走错。当然，那要搭配 Google 地图的话会更棒哦。这一次呢，主办方帮我们安排的是捷安特的电辅车啊。那由于路线大部分都是平路，所以我订那个店并没有开啊，因为毕竟其实这车还蛮好骑的，虽然重了一点，但其实那个档位啊各方面都还蛮平顺的，所以非常好骑啊。那除了像昨天有一段路有爬坡啊，那比较陡一点，那因为档位不够，那我就有开电辅啊，所以其实还可以骑的，就是运动的那个效果一样都有啊。有赏景，有运动啊，骑起来就非常的棒。由气比神宫出发后不久，来到这个日本3大松原之一的气比松原。我很好奇，为何会有这么大片的松树林？询问之后才知道，这跟台湾海岸常见的木麻黄一样，是一个为了防止风沙的防风林。这马上让我想到台东位于卑南溪畔的森林公园，那里为了避免东北季风卷起溪底的沙土吹入台东市区，植满了木麻黄。经过整理与规划之后，成为漂亮的公园，景色也跟这里一样的优美。而这里是一个海湾，还多了一个广大的沙滩，走在这里非常的疗愈。因此，车友若来若峡湾自行车道，一定要来这里的松林与沙滩来走走，肯定会让你流连忘返。中午用过鳗鱼饭午餐后，先拜访了美滨町观光游客课若峡美滨观光协会，参观了他们的设施。是在这个火车站旁边就有可以租借脚踏车的地方。接着准备来到此行的重头戏三方五湖。我们先到位于三方湖畔的福井县联稿博物馆参观。这是一个在长达45公尺的玻璃上展示三方湖湖底的泥纹层，来让参观者见证火山爆发和气候变迁的记录，非常的特别，规模之大也令人叹为观止。对于这里的地质与环境有了基本的认识后，我们终于踏上期待已久，据说是媲美日月潭的三方五湖环湖自行车道。享受完静谧的环湖自行车道，晚上住到与若峡湾相连的日向湖出口的民宿。
由于在这边行程表上写的是晚上会有一个恳谈会，我原以为是一场严肃的座谈，但没有想到是与美滨町、若霞町的町长以及议员，还有教授等日方多位人士愉快的餐聚，看到满桌的在地渔产大餐，实在感谢主办单位的安排。而在互动中，也为他们推动若霞湾自行车道成为国家级自行车道的热情而感动。由于骑车体验的部分完成了，而且这趟既然是考察自行车道，因此这2天有些观察想跟大家分享。若霞湾自行车道的标线还有指标设计逻辑清楚，沿着走不容易走错。日本一般道路的路幅较台湾窄，但因驾驶手法，超车时都会拉开距离，所以压力不大。但若遇到双向有车，这时就会有相当的压迫感，这点在隧道内特别的明显。幸好若霞湾自行车道大多在乡间，因此这部分还好。三方五湖环湖道路很少有栏杆，连河堤上的自行车道也是，因此视野辽阔。这样的湖边自行车道若是在台湾，一定会加上很高而且又不太好看的栏杆，虽然看起来很安全，但牺牲的是美感与视野。让我比较有压力的是路边的水沟，由于路幅很窄，路肩也窄，许多路边的水沟没有加盖，所以当有汽车由身旁经过时，一定要聚精会神握好把手，以免有不小心骑入水沟的风险。实际参访下来，加上之前几次到日本的经验，感觉台湾自行车道某些角度看其实比日本还好，当然也有不足或太过之处。希望经由以上几个观察，大家都能够透过这样的观摩来截长补短，让日台的单车环境能够更好。来到第4天，我们上午是要搭以收取太阳能发电、由电池推进的电动船游湖。当船开到湖中央，看到四周的美景，突然我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感觉，马上问站在旁边的梅文执行长：你有在日月潭搭过船吗？有啊。然后现在在这边搭船，我问你，我刚刚突然想到，你会觉得哪边不一样？因为我在日月潭有一次不是很舒服的感觉是味道。对，我也是的。对，因为我之前有一次就是观光署这个拍摄嘛，所以我们是包船，然后当然在包船其实就按理讲应该很舒服，但是呢沿途我就觉得不舒服，就是因为那个味道，我是会晕船的。对，现在很 OK 啊，不然按理讲我刚才想说，哇天哪，我要搭1个小时，那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可是我做起来是很舒服的。那这个感觉可能我们透过画面是看不出来，要实际来，因为你这时候是闻到实际上的那个味道，而不是沿途都是那个柴油味。对，而且视觉上很舒服啊，这个就是很辽阔。是，我没有想到你跟我一样的那个感觉。我们那个感觉不是哇很漂亮，不是，是那个味道，对，那个体感啊，好，太棒了。游完湖，接着搭乘缆车上到位于海拔约400公尺的梅丈岳山顶，这边有一个彩虹之路山顶公园，由这里眺望四周，三方五湖与若霞湾的美景尽收眼底，尤其骑过环湖自行车道后再上来，更是感动。我们下午还参观了人道之港敦贺博物馆以及福井县立恐龙博物馆。原本我事先对于第4天的观光行程没有太多的研究，但实际参访下来，我认为不管是搭乘电动船游湖，还是搭乘缆车到山顶欣赏三方五湖以及海岸风光，甚至造访馆藏丰富，是世界级顶级恐龙博物馆之一的福井县立恐龙博物馆，都是非常值得造访的景点。因此大家来的时候千万不要错过。
要离开的这一天才出大太阳，哎呀，真的。继续留下来，最想留下来的是。See you. See you. Next time. I bring a bicycle. Okay. Taiwan. Yeah, that's right. Yeah, ありがとう。一美，谢谢呢，感谢，好棒啊！对。好，OK。嗨，执行长，那个好快哦，几天的行程就快要结束了哦。我们现在来到小洞机场，准备回台了。那这一次的参访过程呢，我看到执行长也给日方许多的建议与指导哦。那我在这过程当中也相当多的学习。那我想最后不晓得执行长要给台湾车友有没有什么建议？日本呢，其实现在很多城市都在推动自行车的骑乘。对。那我们这次来骑的若峡湾自行车道，它有126公里。那很可惜，因为行程的安排，我们没有办法整个骑完。是。不过如果你跟我一样，很喜欢海景的话，你一定可以很享受这个若峡湾的自行车道。对，那个海很棒，还有那个湖。然后三方五湖也是超美的。是。对。我发现你很享受那个地方。因为我们有搭那个缆车上去嘛，对，哦，真的是让人流连忘返，叫我待一整个下午在那里都 OK。是，另外呢，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在地的人文，就是让我们这次的行程真的是满满的知识量，对，所以我很推荐大家有机会可以来福井县骑车，然后用我们的自行车外交去跟日方做交流，对，这是大重点。希望台日单车都能够蓬勃发展。OK， 双赢。好，谢谢执行长。